zum zweiten Mal innerhalb sehr kurzer Zeit den Präsidenten der Ukraine, Volodymyr Zelensky. 我很高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能来到柏林总理府，欢迎，非常高兴您能来这里，我们可以一起进行视频通话，因为恰好今天8月13日是1961年柏林墙开始建造的日子。64年后的今天，我们知道它是欧洲和德国分裂的象征。我们已经克服了分裂，但是我们也知道，在过去的3年半时间里，俄罗斯在乌克兰发动的战争再次撕裂了欧洲。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现在希望在周五举行关于乌克兰和平的会谈。他计划在安克雷奇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在那里可能会做出重要的决定。我们欧洲人会尽一切努力为这次会议做好准备。我们希望唐纳德·川普总统周五在安克雷奇取得成功，在阿拉斯加会议之前，与我们在欧盟的伙伴、乌克兰的朋友以及美国进行对话，讨论会议的前提条件。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今天，我们与来自法国、英国、波兰、意大利、芬兰的同事，以及冯德莱恩、安东尼奥·科斯塔和马克·吕特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和交流。我们在会谈中达成了共识，而且泽连斯基从一开始就参与了这些共识。对此我表示欢迎。我们与川普总统进行了交谈，在马克龙和斯塔默的领导下，我们将继续在自愿联盟内进行谈判和磋商。这是过去几周我们进行密集对话的一部分。我们进行了1对1的会谈，也进行了各种形式的会谈。在阿拉斯加，欧洲和乌克兰的基本安全利益需要得到保障，这是我们欧洲人传递给川普总统的信息。我们一致同意对当前局势的评估以及周五的目标。我们非常赞同彼此的观点，并明确了欧洲的承诺。仅德国自2022年以来就已投入约40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我们已经调动了这些资源。我们在欧洲设立了18项制裁措施。因此，我们在危机外交方面非常积极，因为我们希望和平重返欧洲。我们已经在周6讨论了欧洲人之间最重要的几点，并共同发表了一份声明。我发起了这份声明，欧洲理事会现在已经接手了这份声明。我们的团队已经深入研究了细节，并与美方进行了讨论。美国总统知道，如果美国现在致力于实现兼顾乌克兰和欧洲利益的和平，那么他可以期待并依赖我们的全力支持。我们为谈判明确了各种事项。我们明确表示，如果举行任何后续会议，乌克兰必须参与其中。我们希望谈判按正确的顺序进行，停火必须是第一步。重要内容应在协议框架内达成一致。第三，乌克兰愿意讨论领土问题。但在这种情况下，接触线必须作为起点，而且对俄罗斯占领领土的法律承认不在讨论范围之内。边界不得通过暴力改变。
第四，我们需要为乌克兰提供可靠的安全保障。乌克兰军队必须有能力捍卫国家主权。他们未来将能够获得欧洲的支持。五，谈判需要成为跨大西洋战略的一部分，这样才最有可能成功。该战略的基础是支持乌克兰和向俄罗斯施压。因此，如果在阿拉斯加，俄罗斯方面没有采取任何行动，那么美国和欧洲需要加大压力。川普总统了解他的立场，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与我们一致。所以我可以说，我们进行了一次非常好的建设性谈话。我们祝愿川普总统一切顺利。我们一致认为，在与普京总统会面后，他将告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及参与该倡议的欧洲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这次会谈的结果，我们看到了一些希望乌克兰能够实现和平。从欧洲的共同视角来看，我们正在为此努力。同时，从德国的角度来看，我也会竭尽所能抓住一切机会，通过外交手段来结束这场可怕的战争。非常感谢，沃洛迪米尔，请讲。Thank you, Friedrich. Thank you, Germany, for the invitation. We are today working with the. 谢谢弗里德里希，感谢德国的邀请。今天，我们和总理一起参加了四方会谈，讨论了双边关系。我们感谢德国为加强我们国家、我们的安全、我们的防空力量所做的贡献，以及自战争开始以来提供的所有帮助。然后，我们在欧洲领导人层面进行了工作。第三个途径是与美国总统的会谈。我们刚刚结束，然后召开这次新闻发布会，为了我们安全和我们国家的框架。我要感谢所有支持乌克兰的伙伴。我和川普总统、冯德莱恩主席、马克吕特、马克龙、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波兰总统进行了交谈。自上周三以来，整个星期我们都与欧洲领导人、美国以及其他地区代表进行了数十次的非常密集的沟通，只为了一件事，就是欧洲和乌克兰的和平。今天，我们与美国总统讨论了我们的共同立场。我们同意了共同的原则。弗里德里希已经提到了5个原则。我要感谢您在这方面的领导。涉及乌克兰的谈判形势，必须与乌克兰方面进行讨论。我们必须支持三方谈判的形式，应该实现停火，应该有安全保障。川普总统表示他支持这一点，美国准备参与。而且，俄罗斯不应该对乌克兰的未来前景有一票否决权，应该对俄罗斯施加联合压力，应该实施制裁，并且应该传达一个信息：在阿拉斯加，如果俄罗斯不同意停火，就应该启动这项原则。我们也讨论了前线，也就是战场上的局势。我告诉美国总统和我们所有的欧洲同僚，普京是在虚张声势，他正试图在整个前线推进。普京还在虚张声势，说他不在乎制裁，说制裁没有用，但实际上制裁非常有效，并且正在损害俄罗斯的军事经济。
俄罗斯确实有更多的火炮和武器，但俄罗斯的损失是我们的3倍，这是事实。我告诉我在美国的同事、总统和我的欧洲朋友们，普京不想要和平，他想要占领我们的国家，我们都明白这一点。普京骗不了任何人，我们需要美国和欧洲的制裁，团结一致，我们的伙伴关系才能真正阻止普京发动的战争。我们讨论了阿拉斯加会议，希望会议的核心议题是停火。美国总统已经多次提到这一点。他向我提议，在阿拉斯加会议结束后，我们将进行联系，讨论所有成果。如果取得成果的话，并确定我们未来的步骤，我们将举行一次和平与安全联盟会议。我们正在为此努力。感谢所有正在工作、正在帮助我们的人，谢谢你。弗里德里希，荣耀属于乌克兰。And there we have that live press conference from Berlin. It looks like they are answering questions. Let's listen in again for a moment. You said yesterday to 泽连斯基先生， Ukrainian journalists that Ukraine will not leave Donbas in exchange. 昨天您对乌克兰记者说，乌克兰不会为了停火而放弃顿巴斯。在柏林谈判之后， And a question to Mr. Merz as for ceasefire. 你的立场改变了吗？还有一个问题问梅尔茨先生， Condition for a ceasefire that sanctions will be. 关于停火的问题，停火的条件是否会是解除或放松制裁？欧洲会提供什么样的安全保障？ Thank you for your question. 关于你的问题，我的立场没有改变，因为这是基于乌克兰宪法的定义， On the Ukrainian constitution and the. 而乌克兰宪法没有改变，因此 Therefore, the position of the 宪法 constitution 保障的立场没有改变。 change. We have discussed this issue. 我们讨论过这些问题，这些问题非常复杂。我强调， Questions concerning our country's. 任何关于我们国家领土完整的问题，都不能在不尊重我们的人民的意愿 regard for our. 和乌克兰宪法的情况下进行讨论。 People and the Ukrainian constitution. Thank 谢 you. 谢。 Wir haben natürlich auch über die Yes. Frage des Waffenstillstandes Of course, we also talked about the question of the ceasefire. 当然，我们也谈到了停火问题。 We'll turn this 川普总统将在周五与 on 普 Friday. 京总统的会谈中， Talks with 将 President 此 Putin. 作为他的优先事项之一 That。they come to an agreement. 我希望他们能达成协议， So far, all talks 因为过去2年半与普京开始的所有会谈，总是以更严厉的军事回应告终。 harsher 这次 military answer, and 必 this 须有所不同， because 否则 otherwise 与他的会谈就不可信。 talks with him are not 也不会 credible, 成功。 are not successful. We assume that 我们认为川普总统会努力促成这一点。 Mr. Chancellor, in terms of 总理先生， security guarantees, did I understand you correctly? 关于安全保障方面，我是否可以理解为川普总统同意他将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 Like, and are Europeans willing 这些保障会是什么样的？ militarily as well? 欧盟各国是否也愿意在军事上参与其中？还有一个问题想问泽连斯基总统，关于领土交换的问题，在什么条件下 Would you be able to talk 您才会与普京讨论领土交换？ with Putin? 您认为本周五会是历史性的一刻吗？ Is, this coming Friday? 还是仅仅是众多会面中的一次？谢谢。弗里德里希，请。我们简要地谈到了安全保障。我们知道乌克兰需要安全保障， Security guarantees. We know that Ukraine needs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最初的声明中提到这一点。 statement that we
will have to support 我们将不得不支持乌克兰军队保卫他们的国家。 defend their countries. In terms of what security guarantees we look at. 至于我们关注哪些安全保障，以及哪些国家提供哪些支持，今天没有讨论这些。但一旦和平之路开启，就必须跟进讨论。你知道，在我看来，任何谈判的成功，首先取决于结果和气氛，而我们现在的气氛是团结一致的，而且非常积极，所有的伙伴都表达展示了同一种声音、同一种愿望和同一种原则。 相同的原则和相同的愿景，这是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至于这个时刻的历史性，我现在还不想用这么重要的词语来形容。让我们等待结果吧。无论如何，你在提问开始时问到的关键问题，你谈到了原则，谈到了我们的领土完整。最终，一切都将在领导人层面决定。重要的是，不能在乌克兰缺席的情况下解决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支持这一立场。非常感谢，谢谢。总统先生，今早您和欧洲领导人通话的情况如何？您和普京会面，是您决定不邀请泽连斯基的吗？ 恰恰相反，不是。我们进行了一次非常好的通话，他也在通话中，泽连斯基总统也在通话中。我觉得这次通话可以打10分，非常非常友好。我知道各位领导人，因为我参加过北约峰会，你们知道我把各国的军费开支从占 GDP 的2%提高到了5%，2%是之前没有支付的。 5%是现在已经支付的，这相当于数万亿美元的国防能力，本来就应该是这样。我先和普京总统会面，之后我会给各位领导人和泽连斯基总统打电话，然后可能会按顺序给各位领导人打电话。我们很有可能会举行第2次会面，那次会比第1次更有效率。 因为第1次会面，我会了解我们所处的位置和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再说一次，这是拜登的战争，不是我的战争，是他让我们陷入了困境。本来不应该发生这种事，如果我是总统，这场战争就不会发生。但事情已经发生了。我来这里是为了解决问题，我来这里是为了阻止上周6千7000人的死亡。上周有7213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士兵。俄国向乌克兰城镇发射导弹也很糟糕，但 死亡的主要是士兵，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士兵，他们不是美国士兵。但是，如果我们能拯救很多生命，那将是一件伟大的事情。我已经在过去的6个月里，我已经阻止了5场战争。最重要的是，我们消灭了伊朗的核能力，彻底摧毁了它。顺便说一句，摧毁这个词用得很准确，因为你们知道，一些媒体说，也许这算不上是摧毁，但它确实是摧毁。而且，如果第1次会面顺利，我们会很快进行第2次会面，我希望尽快进行。我们将在普京总统和泽连斯基总统之间，以及我本人之间，如果他们希望我在场的话，迅速举行第2次会面。那次会面可能会最终解决问题，但第1次会面不会解决所有问题。第1次会面也能取得一些重要的成果，这将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面，但它是为第2次会面做准备。我认为第2次会面，如果第2次会面能够举行的话，当然也可能不会有第2次会面。因为如果我认为举行第2次会面不合适，因为我没有得到我们必须得到的答案，那我们就不会举行第2次会面。总统先生，谢谢您。总统先生，如果弗拉基米尔·普京在周5的会面后不同意停止战争，俄罗斯会面临任何后果吗？会的。啥后果？会有后果。制裁、关税。我不想多说，但后果会很严重。是的。总统先生，如果您周5在阿拉斯加会见普京，你相信你能说服他停止袭击乌克兰的平民吗？是这样的，我和他谈过这个问题，我和他进行过很多次良好的对话，然后我回到家，看到火箭击中了疗养院，或者火箭击中了公寓楼，人们死在街上，所以我想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我已经谈过了，我想结束这场战争，这是拜登的战争，但我想结束它，我很乐意结束这场战争，以及我结束的其他5场战争，但我想答案可能是否定的，因为我和弗拉基米尔谈得很好，我非常了解他，实际上我和他相
相处得很好。我们和俄罗斯，我不得不经历通俄门的骗局，实际上这给我们的关系带来了压力。我会告诉他，我会说，你知道他们进行了这些虚假的调查，成天都是俄国，完全是假的。由亚当西夫、狡猾的西夫和希拉里·克林顿以及他们整个团伙制造的，这对我们国家来说非常危险，因为我无法真正以我们应该能够采用的方式与俄罗斯打交道。我看着帕姆，因为我希望他对此采取一些措施。